你相信诅咒吗？这艘世界上唯一被官方认证的幽灵船，曾向世人证明死神的诅咒或许真的存在。7任船长没有一个善终，轻则破产落败，重则离奇身亡。最诡异的是，这艘名叫玛丽塞莱斯特号幽灵船最后一次出海，船上所有人在茫茫大海中突然失踪，而船身却完好无损。难道真是死神的诅咒？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玛丽号这艘船的故事不得不说确实非常精彩。1861年，它刚从加拿大问世的时候，名字还不叫玛丽，而是亚马逊，长度、宽度、总吨位都算得上当时数一数二的水平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整个船只的建设费用让当地足足9个富商掏了大半腰包。船只建成之后，其中一个名叫麦克莱伦的富商就接下了第一任船长的任务，去运输一批木材。结果没想到的是，在刚出码头的那一刻，原本身体健康的麦克莱伦突然就倍感不适，这是他过去几十年航海都没遇到的状况。可奈何此时的亚马逊已经开始航行，麦克莱伦也觉得自己的身体能够再坚持，于是大家就一同咬牙往目的地行驶。诡异的是，船越在海上漂流，麦克莱伦的身体状况就越差，先是发烧、呕吐不止，紧接着就是神志不清。一系列的身体状况不得不催促着所有人赶紧结束这趟航行。而船到岸的没几天后，麦克莱伦就遗憾地去世了。虽然没人敢确保这个船和麦克莱伦的病之间有什么关系，但大家都默认把这个事情当作一次意外，毕竟花费了这么多的钱，不可能就让亚马逊航行一次就够了。于是第二位名叫约翰的富商上场了，他打算带着一批货物从加拿大航行到英国。结果没想到的是，在缅因州这个地方，亚马逊和一艘渔船撞上了。随后在返程的时候，他又出现了交通意外，这可把约翰吓得不轻。毕竟哪艘新船会在1年内出这么多的事情呢？于是回到加拿大的约翰果断的就辞任了船长的职位，让威尔逊接手了这一重任。神奇的是，在威尔逊接手的这5年内，亚马逊号还真的没出什么大问题，这让威尔逊一下子就变得得意起来了。见到水手们就开始吹嘘自己的技术有多么的高超。但吹嘘的越厉害，打脸就来得越快。1867年，亚马逊号行驶到布雷顿岛的时候，遇上了一场特大的暴风雨，整个船体损坏非常严重。尽管威尔逊一行人没有受到什么生命危险，但着实都被吓坏了。于是他们就将船遗留在了这座岛上，完了自己搭别人的船回国了。至此，亚马逊号被彻底遗弃，也留下了一个恶名，那就是被死神诅咒的船。或许是因为他的恶名远扬在外，一些胆子大的人就尝试跟死神竞争的滋味。于是在1868年，一个名叫海恩斯的水手就以低价买下了这艘船，想看看这艘船究竟是怎么一个诅咒法。难道海恩斯还真能制服这艘被死神诅咒的船？你相信死神的诅咒吗？这艘唯一被官方认证的幽灵船，几乎令所有跟他扯上关系的人都非死即疯，不得善终。这艘船上到底发生过什么？1868年，在以低价购入亚马逊号之后，海恩斯对其进行了大幅的改造。他认为亚马逊号之所以频出事故，是跟它自身不合理的结构有关。于是在拿到船之后，海恩斯就将船的大小、吃水深度做了大幅的改动，一番操作下来也是花费了将近上万的美元。接着海恩斯又去纽约注册局重新给亚马逊换了个名字，他认为原本那个名字不管怎么说可能都沾了点霉运，因此换个名字就是驱除霉运的最好方法。因此亚马逊号摇身一变就成了玛丽塞莱斯特号。一系列的操作完成之后，海恩斯自动担任了第一任船长，并打算于开春时分给玛丽号来一个处女航行。但谁都没有想到，还没等到开春时分，海恩斯就因为自己经营不善破产了。无奈之下，这艘船也只能抵押给债权人詹姆斯。詹姆斯看到这船也是心惊胆战的，原因很简单，且不说这个船过去的历史，光是海恩斯与他有关系半年不到就破产这个事儿，就足够让詹姆斯打寒噤了。可显然海恩斯又没有其他的值钱东西了，于是他只能接手这个船。接手归接手，但詹姆斯是怎么样都不敢开这个船的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名叫本杰明的人就盯上了玛丽号。他找到詹姆斯，自告奋勇说自己可以试着开这艘船。看到这里，你肯定会觉得本杰明又是一个不信邪的人，而玛丽号肯定会教他做人。但不得不说，本杰明本身还是有一定航海经验的，甚至说在当时的航海界中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詹姆斯也是了解过本杰明的简历的，看后也确实觉得这个人可以试试。于是18
1872年，本杰明带着1船的酒精就这么出发了。由于天气状况良好，本杰明甚至还带上了自己的一家老小，打算一道去散个心。航行的状况确实很让人满意，海上风和日丽，天气状况很是不错，简直是让人心旷神怡。本杰明也以为自己能打破这个谣言，于是就随便找了个中途岛歇着。休息的过程还遇上了同行大卫，两个人一番交流，发现此行的目的地都一样，只不过大卫的船只时间要稍微晚一点。于是吃饱喝足之后，本杰明就先行离开了。没过几天，大卫也踏上了同样的航线。也正是在这途中，他发现了已经变成幽灵船的玛丽号。世界上唯一被官方认证的幽灵船到底有多恐怖？掏空9个富豪腰包打造的豪华巨轮，最后竟然要了1船人的命。最恐怖的是，出事之后，这艘船依旧飘在大海上，完好无损，而船上的人命至今无人确定凶手是谁。难道真的是被死神诅咒了吗？1872年，大卫启程前往目的地，在经过亚索尔群岛的时候，大卫骤然地看见了一艘与玛丽不能说相似，只能说一模一样的船只。当时整个玛丽号的帆布都降了一半，敏锐的大卫立即感知到这艘船上或许发生了什么大事，于是大卫就命令自己的船往玛丽号开去。结果眼前的景象令人瞠目结舌，原来整个玛丽号上空无一人，但整个船只的内部状态却像是一直有人生活过的痕迹。按道理来说，本杰明比大卫先行出发了8天，这8天可以行走的路程，怎么着都不至于让大卫追上他。这也是说玛丽号发生了意外，可眼下的玛丽号又真的不像是发生了意外的样子，毕竟你都能看到活人生活过的痕迹。于是大卫只好再细致地观察这个玛丽的痕迹，结果就发现救生圈和罗盘都不见了。显然只有遇上了重大事故，这2个东西才有可能不见。于是大卫就用自己的船拖着玛丽号回到了英国，企图让他们查一下这艘船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但英国人也不傻，他们也是知道这个玛丽的来源的，于是就要求船上的东西必须无条件的交给他们。大卫一想，货物价值肯定没有人命重要，于是就同意了。这一调查就发现了整个玛丽其实并没有经历过重大的天气事故，相反，他们在船只的2侧发现了人为破坏的痕迹，又在本杰明的房间内发现了尖锐的物体。初步看来，似乎玛丽号就是人为制造的谋害事件。与此同时，英国人又发现詹姆斯在玛丽号出航之前为之投下了巨宝，似乎是在做时是詹姆斯指导本杰明杀害了1船的人。可问题在于，詹姆斯这一做法本身就是没有问题的，毕竟是自己的财产，投个保险又怎么了？一番折腾之后，玛丽号的真相没有探明清楚，但这些财产问题却备受人们的关注。总而言之，玛丽号就这么被闲置了，成了一艘谁都不敢碰的幽灵船。不过在1879年的时候，一个名叫埃加德的勇士又来挑战死神了。可惜的是，他的命还不够硬，还没过半年，埃加德就突发疾病去世。接二连三的事故下来，实在是没有正常的人愿意接手这艘船了。于是就来了名叫杰克的不正常的人，他买下了玛丽号，不是为了航行，而是为了让它出事故。为此，杰克提前投下了巨额的保险，就等着玛丽号出事。但精明的保险员显然不会搭理杰克，于是在穷困潦倒中，杰克被活生生的冻死了。而与他密谋的2位船员也是一前一后的发了疯，开枪自杀了。至此为止，玛丽号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幽灵船，没人知道它到底是不是被死神诅咒的。总而言之，大家都知道它非常危险，至于真相究竟是什么，只能等待谜底揭晓的那天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